外观我就觉得很有兴趣。老板说他就是故意开这么隐秘，在躲客人。他8点大家早上就在吃，在地人为什么都在这个时间，然后吃我们平常不会吃的东西？这家已经卖10几年了。你们今天看到影片呢，这家才第一次呢被介绍出来。悠，今天台南的天气很冷哦，因为现在才早上8点。哦，嗨，大家，我是蜗妞。今年是台南的400年，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台南安平。因为呢，今年的灯会在这里，所以要来带大家看看有哪些好吃的美食，让大家逛灯会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吃。首先呢，我们先来这家是安平市场的肉粿，今天系列都是在地人的推荐。上次吃完这个肉粿，现在又要吃肉粿。因为上次吃完安南市场的肉粿，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想说来这边也有在地人推荐吃这个肉粿，来吃看看。结果长得不一样哎。这家的话，它的肉粿有老板在里面用那个机器煎做现包的，他好像在碾那个米，是不是那台机器？会去煎台煎完之后，它放好会有3块粿跟1个蛋，再淋上它的酱料，而且它是有点羹汤的感觉。对它感觉起来超像那种羹汤的，因为它的羹很像胶水，就是勾芡啊什么胶水，因为很透明啊。来吃看看。它有加一点醋，它吃起来好像鱿鱼羹面的味道。对啊，我就说有像羹面嘛。很像羹面的味道。它这个肉粿来吃看看，这样子吃起来口感会有什么不一样？那跟上次吃的有什么差别？虽然同样叫肉粿，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它外面是有一层煎的焦焦的感觉，然后里面完全是软嫩的，比较像可以吃得出米浆的那种纯粹的口感。它反而里面是很清淡的味道。那它里面有每包东西吗？它有混肉燥跟通米在里面。我喜欢这个羹汤。它的汤很不错哎。对啊，它这个羹汤这样子一大碗50块还不错，还蛮特别的。它这个跟搭配起来很不错。跟上次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对，而且这是鱿鱼羹面的味道。因为它有加黑醋，所以它乌醋的味道很明显。然后它的羹汤也是乌醋的羹汤感，加上香菜。它真的有外面脆脆的，对，加上羹汤味道，蛮赞的。这家一天只有开3个小时，早上6点到9点，所以你错过这个时间，你也就吃不到了。对，非常难得，推荐给大家。好吃。再来呢，这家来到的是安平鼎边错，其实它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店名，但它这边主打的就是卖鼎边错。鼎边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基隆庙口很有名那种鼎边错吗？它就是会在锅边，然后淋那个米浆，让它焦了一点，热了熟了就把它揪起来。哦，你说锅巴的意思？面条版的锅巴。哦，鼎边错就是这个。对，有点类似像这样，但它没有到锅巴那么焦。对，我们点它的鼎边错，里面的料蛮丰盛的。它这样一碗的话，有这就是鼎边错。但你不是说锅巴吗？它怎么看起来像馄饨皮？我就跟你说它没有焦啊。没有焦。吃看看。它里面还有鹅啊、油条跟肉块。它不是肉块，那个是虱目鱼。哦，虱目鱼。对，所以它的汤喝起来是蛮清甜的，鲜甜的，有点海鲜的感觉。它汤看起来很清澈。我印象中基隆的鼎边错好像是一种比较重的口味，但这个好清淡，有点像那个清粥的感觉。很清爽的味道，菜的味道比较重。对，菜有点像青菜汤。青菜汤，然后有一点海鲜跟鹅啊油条、鼎边错，一点点青菜跟它的虱目鱼块。它的鼎边错很像米苔目的口感，就有点 QQ 的，但它是一整片的。对啊，就是板条的感觉。我然后觉得再软一点，像板条，但比板条再薄再软这样。但是它就是比较偏清淡的一个口味啦。不喜欢吃这么重咸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这种。这家也是算是在地人在吃的在地早餐，然后通常标配都是一碗肉燥饭配这个汤这样。这个是汤的感觉啊。对，它比较像是汤的感觉。它如果拿来当主食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够饱。确实，这个配肉燥饭的话，就让你吃完重咸，然后喝这个会比较舒服。再来这家呢是安平的古早味肉粽，这家超隐秘，真的。我们走进来的时候，其实它这边有点像是一个停车场，对。然后它的外观呢也是一个小车棚的概念，对。然后有一个庙宇在旁边，要深入到里面你才会发现到这一家。老板说他就是故意开这么隐秘，在躲客人，在躲客人。对，他说生意太好，他会应付不过来。所以都是在地人才知道的。那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它的招牌古堡粽跟一个菜粽，2个不一样的东西。那菜粽看起来很好吃。对啊，那菜粽闻起来超香的。我第一次吃菜粽
那个花生粉很香。我之前有想说要拍菜粽，但没想到原来这边就有卖了，所以来吃看看。但是我们先吃它的古堡粽。好，古堡粽也蛮特别的，它的古堡粽啊，里面有包蛮多料的之外，它外面竟然还有淋那个卤肉的肉汁。里面的料有虾米、它的花生、3层肉、咸蛋黄跟它的米，就是因为它旁边有介绍的地方，它的这个就有点像是肉粽跟菜粽的综合体啊。好道地的南部粽，怎样说到底？那个花生的味道，因为南部粽都会有花生的那个香气，它的花生米就会一吃进去就有那个花生的香味。它的卤3层肉，我比较意外的是它竟然不是很肥的肉，还是我刚好切到这一块是比较瘦的。它肥的在这里啊。所以你刚刚挖到的是瘦肉没错，但它的比例算我觉得还不错，它有肥有瘦。因为通常我以前吃到的南部粽真的是没有什么瘦肉的，都是肥的。那它有肥有瘦的话，至少有肉可以吃。再来吃这个菜粽，第一次吃，人生第一次吃菜粽，好像麻吉哦。它看起来的外观我就觉得很有兴趣，花生粉，还有它淋的这什么？蒜蓉。酱油膏，甜甜的酱油膏。里面就白白的，就是包花生跟糯米而已。它那个切开来，里面花生不是开玩笑的，很多颗满满的。它吃起来口味，如果没有配到酱的话，单纯花生粉跟它的糯米，是有点像北部我之前小时候常吃到的甜粽。可是我们北部吃的时候，甜粽是白糯米沾砂糖，它这边是沾花生粉。如果配上它的酱油膏，咸甜的，又会有另外一种风味，可能就会像那种番茄沾酱油膏类似那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一款看起来跟闻起来都很好吃，但是我个人还好。这不是你的菜，就是。真正最推的，我是推荐这个老板请的果菜汁。老板果菜汁很厉害耶，因为通常果菜汁都会有一股菜味很重，但是它这个完全没有菜味，然后它是有加芭乐在里面，红心芭乐跟红萝卜，这包装整个都很古早味，很像坐在那种榕树下啊，然后庙坛下面喝的那种小吃，但是它喝起来的口感呢不输饮料店，很清爽，而且它不会像外面那种板的芭乐汁那么粘稠，然后也不会有红萝卜味那么重。它就是芭乐跟红萝卜味很综合，然后喝起来是水的。这款是我最推的。所以来这边点粽子，吃起来口感是比较黏腻、比较重一点的口味，配这个你就会觉得很清爽。nice 啊 ，nice 啊！接下来这间来到的是一个荒郊野岭的一个餐车，也没有荒郊啦，它就是在这边安平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游轮旁边，有没有有一个很特别的在地人才会知道的这种小摊，义仔鸡腿王。老板说8点他就在这边了，然后他们9点开始可以预定，打电话来预定。基本上呢，没有订你是很难买到他们家的鸡腿的。我们现场要等半小时。对，现场来点的话，而且是因为我们他在刚开的时候就来了，所以我们只要等半小时，不然的话你可能来都要等很久。他2点就关门，通常是卖到快2点了。对，非常的特别，8点就在卖烤鸡腿。好，就等一下吧。上次来台南南区吃了鸡腿之后，就要来这边吃鸡腿。没有，纯粹是因为它8点，大家早上就在吃这么大只的鸡腿，让我非常好奇，在地人为什么都在这个时间，然后吃我们平常不会吃的东西。它没有很过多的刷酱，它大概是胡椒盐、嫩鸡腿、嫩鸡肉的香气，单纯的肉香，很纯粹的鸡肉香，带有一点焦焦的那种炭烤味。而且老板他这边算是他已经有用一些功夫帮你把他的那个鸡腿肉跟骨头已经分开来了，所以你在咬的时候，对，可是你在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吃到它大部分的都是肉，然后中间的骨头它已经帮你化开来、切开来都烤好了。它的肉是不是很嫩？它就是很纯粹的炭烤味。对，它没有用炭火下去烤。没错，它没有什么刷酱的那个味道。它好吃是好吃在它的炭火味，它炭火味很香。然后它的肉汁是很鲜嫩的，没有柴柴的感觉。应该说可以知道不刷酱就这么好吃的鸡腿，又有炭火味，还不简单，需要功夫的。真的好吃真的蛮好吃的哦。而且不柴，默默的就会把它的鸡肉给吃完。这真的是好吃真的是叫预定的。很不错通常这种东西都只有下午才吃得到，但他们早上就可以吃到这样子的好吃的鸡腿，有满满的活力。超好吃哦，这个一定要来买一下哦，这边。
养科世家，这家呢是我们本来我就已经做好功课，决定要来吃的。然后我们在吃前面几家的时候呢，顺便问了一下老板有没有推荐当地在地人在吃的，也是推我们这家。对，他说这家鹅啊都是自己养、自己开店的啦，所以会比较大颗肥美，又比较实在。那我们今天点的是它的鹅啊蒸跟它的一个科条。对，上次是带大家去吃那个皇室虾卷。那这次点的是科卷，看他店里没有人，然后他要等大概20-30分钟。而且他店里面有那种特色，就是他用的桌子是补习班的桌子。超补习班的。它的鹅啊蒸的皮是比较那种焦脆感的那样。薄皮的，没有很重的那种勾芡，就是黏黏稠稠的这样子。而且它的酱料也比较不一样，蛮特别的。因为鹅啊真的好大颗哦，没有什么腥味，我觉得。然后它的酱吃起来是比较像有点甜辣酱的感觉，这跟在北部吃到的鹅啊蒸完全不一样。好鲜哦。对，没有那种你会怕的鹅啊很大颗很肥，然后会有一种腥味的感觉，它没有。很鲜的感觉。换吃看看它的科条，但科条跟鹅啊蒸比起来，鹅啊蒸的 CP 值好像比较高，同样都是70块，科条只有这样小小一个而已。这样其实有点贵。对，这样其实感觉没有那么便宜。好好吃哦，很好吃。不加酱好吃。不加酱就很好吃。它里面是有肉哎，它本身有肉，然后有鹅啊跟它的那个青菜的甜脆感在里面，你吃下去是非常鲜甜的口味，完全不需要任何酱，它单纯面衣、猪皮跟里面的那个肉的对鲜甜味，很好吃哎。科卷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哎。原本觉得它这样子蛮贵的，但是一吃下去，那个美味度真的有点不太一样。鲜肉味，然后再加上一点淡淡的科味。后面那个酥皮，推荐大家来这家来玩一定要来。再来这家呢，来到的是孙家小卷米粉。我对于小卷米粉一直有一个遗憾。因为我来台南那么多次啊，我没有吃过很有名的一个是叶家小卷米粉，你没吃过？对，我没有吃过，就是我每次要去吃，我排到了，我排完之后，然后他就会在我前面说，卖完了，卖完了，然后永远都在我前面跟我说卖完了，对，所以我还蛮期待这一家的，而且这家呢是有被日本杂志媒体报道过的，说孤独的美食家，你说那个什么五郎哦，对，毛利小五郎。好，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份小卷米粉汤跟一个小卷蛋，限量的小卷蛋。对，他说今天只有2份，没错，一整天只有2份。因为我们一开店就来了，所以我们有吃到。我要先吃看看这个小卷蛋。这是小卷的孵出来的蛋。对，我以为他说小卷加那个鸡蛋，不是小卷蛋，就是小卷软的意思。小卷蛋是小卷软的意思。它吃起来就有鱼软的感觉。它闻起来很海，很海味。我有吃得出来有那种鱼软的味道，真的吗？沙沙的感觉啊，就是很像那种乌鱼子的感觉。乌鱼子是黑的，然后那它是纯白的那种。它就是有2层啊，一层就是像一般的小卷那样子，然后另外一层就是你刚刚讲的，就像乌鱼子那一层，有一点颗粒状这样子。那是它的小卷米粉。好，它的小卷米粉看起来就像是米苔目，对，它的汤好清澈。它的汤超级清澈的，可是小卷米粉就是这样啊，它就是鲜甜感，一个清甜的海鲜味，看起来很像甜的，你不觉得吗？很像米苔目。对啊，看起来超像甜的。好甜哦，它确实是甜的，但它是很鲜甜的海鲜的清甜感，没有过多的味素或盐巴的感觉，只有点芹菜的味道。对，再加上它芹菜味道，很纯粹的食物原型的味道。如果有来限量的小卷蛋要点，然后再来吃它的小卷米粉，赞。再来呢，这家呢，相信是安平的在地人一定都知道的店。是哦。但是外地人觉得很特别。对，如果说我们外地来玩的话，你会很讶异这家生意怎么那么好。这家呢就是安平冰城，听名字是卖冰的，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有卖很多不一样的熟食。对，所以外地就觉得很纳闷，一进来看到，不是冰城嘛，里面都是锅烧意面跟炒饭。想吃冰，但是每个人的桌上点的都是锅烧意面跟炒饭。对，它的热食跟冰品都是好吃的，是在地人非常喜欢，而且是充满回忆的一家店。确实，整间店也蛮有回忆感的。那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绿豆沙，还有巧克力雪奇冰。雪奇冰是什么？其实我有点不太知道，但有点像是清冰的感觉。试试看那个雪奇冰。
我好像不喜欢这种冰。我看你偷吃一口。好臭。说真的，我也不是很喜欢。雪棘冰是你说要点到，请吃完。刚刚是谁说我要吃冰的？我还是要我的绿豆沙。雪奇冰就是古早味啦，它有一点那种香蕉油的味道在里面。对，苏打味。对，有那种苏打汽水的感觉。它本身的冰就不是纯粹的冰，不是单纯的牛奶味、炼乳味或者是清冰，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这真的是很古早味，难怪会说是大家的回忆。吃起来就有股老的味道。那它店采用那个木头桌子跟木头椅子，蛮特别的。就是那种泡茶的桌椅，很厚重厚实的。它绿豆沙喝起来还 OK。对，而且它绿豆沙有一股那个淡淡的梅子香气。梅子有吗？它的绿豆沙我觉得比较好喝的地方是在于，一般我们喝到会比较沙状，然后比较绵密，但甜度都会偏高。但我觉得这个的绿豆沙它其实不会太甜，所以真的我觉得以夏天来喝，或是来这边吃冰啊，甚至是你要配可能炒饭或是锅烧意面，配这样子的一杯饮料，你是会觉得很清爽、很解渴的。雪奇冰为什么要骗我？香蕉冰就香蕉冰，为什么要叫个雪奇冰来欺骗我的感情？这是香蕉冰我就不会点。不过这一家的特色其实它算是家常的一家店，我觉得大家来是可以试看看它的炒饭啊，或是锅烧意面，你可以吃到比较一种家常的味道，怀念复古感。来这家来到的呢是安平的109鸡肉饭109辣妹。它为什么叫这名字呢？不知道，不重要。反正呢，这一家呢非常多人，我们已经经过了大概4、5趟了。它内用外带呢没有停下来过。像现在非用餐时段，里面也是超多人。对，坐满的哦，现在1点多，后面一堆人在排队。都在点餐，然后都在用餐。我们今天点的呢是它的鸡肉饭，加上隐藏版的鸡皮。另外呢还有它的鸭肉汤，汤底是当归口味的。大家很好像都是喝当归口味。你知道这样子多少钱吗？这边80块。1碗汤加一个饭，而且饭上面还加了隐藏版的鸡皮。先来试看它的鸡肉饭。它鸡肉饭其实还是偏湿粉的，油感比较重一点。肉的话，微柴。没错。我觉得鸡皮反而是可以增加它肉比较柴的感觉，就会比较让你很像在吃嫩鸡腿的那种风味，因为你咬到前面比较有一个 Q 度，可以去润滑一点鸡肉本身肉质的干这样子。不过它的饭味道质地真的非常够，吃出饱其实还蛮不错的。鸡皮蛮 juicy 的。喝看它的汤。蛮清爽的。它的肉比较好吃。鸭肉比较嫩一点，而且它的当归汤不会到太浓郁，它没有那么重的中药味，所以喝起来的话是清清爽爽的，然后又可以有点暖身子。对，不会让你一下上头太浓。对。如果你害怕中药味，你也不会觉得它是味道太浓或太重。但它看起来是很浓，因为它颜色超黑，但是吃起来不浓。当归汤很合理。对啊，当归汤 OK。所以每个人来这边其实一定都点当归啊，就当归汤底。每个人都是1碗饭配1碗汤，然后它的汤啊，全部都是当归汤底，但是它有很多种可以选，但是它有米血啊、鸭心、猪脚、下水、鸭肠、鸭肉、鸭都可以选。鸭，他厉害啦，这一家真的厉害啦。你说这家吗？娃娃机。这家呢，可以说是在 Google 上面你找不到的一家，真的找不到。对，你完全找不到，真的是没有在地人的介绍，你不会来吃的一家店。它的店名就很简单，它其实算没有店名，它就是一个招牌，古早味黑轮、古早味大肠这样。对，它呢是位在安平城隍庙牌楼底下的一家小摊贩，卖的关东煮以及香肠还有大肠。对，那老板是介绍我们吃他的香肠跟大肠，因为它的大肠比较特别，是自己灌、自己炒的。自己灌的通常看起来也都是比较正常，但是它的米肠看起来好像很挤哦，有点粗，有点肥大，而且他说今天的算细的了。他说平常更大只，像玉米一样。来吃看看，一样南部的大肠，有花生。它的米粒多了一个焦焦的味道，有一点点火烤的味道。我不确定它是加热过后
还是因为它真的本身自己是有炒过的那个米粒的感觉，跟一般吃到的大肠比较难以分开来，但它的算是偏粒粒分明的大肠米心，你不觉得吗？真的有哎，对不对？而且它外皮好脆哦。香肠的话算是正常味道的香肠，它不适合做大肠包小肠，我觉得。我也觉得，因为它的米粒真的吃起来有一股米心感存在。所以个别单吃会比较好吃。个别单吃反而吃得出它的风味，因为大肠包小肠吃其实是有一点大肠软软的包住那个香肠脆脆的感觉。但是它这个的话，因为本身大肠的皮跟米粒都是带有一点脆度跟口感存在的，蛮香的，有越嚼越香的那种回甘味。对，我们要吃完了。默默的就，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招牌看起来不怎么样，但陆陆续续都有人，很扯。这家已经卖10几年了。你们今天看到影片呢，这家才第一次呢被介绍出来。在地人推荐的美食，真的只有在地人才知道。今天的安平区在地人推荐美食已经告一个段落啦，让大家呢来这边准备要看灯会的时候呢，也能有好吃的在地美食哦。记得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要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让分享有温度，用美食做记录哦。大家拜拜。